好，大家好，大家好。光骑骑行台不能维持跑步水平。跑步跟骑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声音大小合适吗？可以哈。还没开播之前，就有一位小伙伴问：博哥您好，请问一下早起跑步怎么恢复和收拾白天？啊，这是上次的，抱歉啊，这两天都晕了。我是怎么开始跑步的？就迈开腿就开始跑步了呀。就那时候太胖了，那个时候你们看我1.69米，那时候180多斤，确实是太胖了。你看今天我把这个灯换了个位置，就不是太反光了，对不对？主要是那时候除了跑步没有其他的办法呀，对吧？光靠控制吃也不是完全的办法。分享一下表盘，什么表盘呀？Apple Watch 什么 Apple Watch 就是它这个默认这个表盘，这 Ultra 的这个表盘。今年5公里、10公里进了20个46分，这差距有点大呀，兄弟。或者是不知道是小姑娘还是小小子。5公里进20，10公里才46。下午好，下午好。没有，累了，真的累了，感觉睡得不够。我没有内道啊，我一件内道都没有。介绍下刚开始几年的体重、成绩、跑量。刚开始几年，其实体重很快就能下去，体重有1年就能下到一个正常人的体重，比方说像我的身高能降到140，然后跑量那时候就100多公里，最多200公里一个月，然后成绩特别差，成绩4个多小时。跑团的前辈跟我说，平时多慢跑，堆有氧，每周的强度课一定拼，说的对。但是呢，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观点，就是对于初跑者来说，强度课拼其实没有用，因为您就算拼，也达不到那个强度。就是你说，我跟你说拼9个1公里，你拼不下来的。而拼不下来呢，那9个1公里就没有太大的用。而你平时又都是慢跑，所以对初跑者来说呢，最好的办法在我看来就是每天的训练都想着跑快一点，不管长短，这个进步最快。这个进步快到能到你很快就可以跑很快的10公里或者15公里，甚至是半马。然后之后，哎，通过增加跑量来提高速度的，来提高耐力。抱歉啊，跟大伙聊聊这几天的东京的行程，大家把把想跟我聊的往这上引导一下子，好不好？跑步减肥一个月100够吗？你要光靠跑，不管住嘴的话，像我现在跑500多、600都不够。我第一次跑全马时候，平时什么配速？我说出来可能你们不信。我第一次跑全马的时候，平常的训练配速大概是5分到5分10，不对，4分50到5分10。那时候5公里可以轻轻松松跑进25分钟，全马也就只有4小时29。东京比大阪暖和，东京不这么潮湿，大阪特别潮湿。东京东京有点像北京吧，但是气温还高。纸巾老师去跑下马了，可喜欢纸巾老师了。哈哈。东京去了哪些地方啊？东京其实去的地方视频里都出现了，就是第一天到了以后，去了赤坂那边，因为那个清宫他们的小伙伴住在那边了。那边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离
新宿那边也不远，然后离银座也不远，然后离这些关键地儿都不太远。然后去见完他们以后，就回酒店，回酒店以后地震了。对，今天我节目里不是说了吗？地震可有意思了，因为那个我其实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我一次地震都没经历过。像我父母那一代呢，经历过2次，就是他们说唐山地震和邢台地震的时候，北京当时有很明显的震感。然后说邢台地震的时候，那时候在北京他们都住地震棚了，就不在家里住了，正好是夏天。之后就没有过，就没经历过地震了。那个汶川那次的时候，我正玩游戏呢，玩的特投入，我都不知道。16年我也没感觉，就真的完全没感觉，真的不骗大家。然后这次是到那儿一开电视，那电视可旧了，然后那个可旧了，也没法看其他的应用。然后突然就有一报警，过了一会儿就晃了几下，也就晃了几下。我们从房间出来一看，酒店楼道里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大家都该干嘛干嘛。因为我们住了个温泉酒店，温泉在12楼，我们住9楼，还有好多坐电梯上去要泡温泉的。现在休息日轻松跑啊，7-8公里的样子。只想晨跑锻炼的跑多远比较合适，看你想要什么。你要是就想健康的话，3-5公里就合适。你要是想跑马拉松的话，20公里可能也不少，也不多。哎，下午好。东京马拉松不参加，没拿到名额参加大阪马拉松。这边是京都，之后下一个周末是大阪，再下一个周末是东京。那件白色的轻功，那件是羽绒服。跑着跑着 ，Ultra 跑着，突然显示摘掉，给自动停了，是会有这问题。冬天的时候稍微得带紧一点。就是我发现没有一个万能的东西，或者说100%没有问题的东西。想听博哥分享箱根一传关注心得。箱根一传我的心得就是我在节目里说的那句很关键的一个理解，就是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做这个事情，我还是觉得很不一样的。这个灯还是会被眼镜反射的，看看啊，强迫症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好像大多数跑步的都是就是中青年，甚至像我这种就中年人，那么多10几20岁的小姑娘小小子们，对不对？一个一个的，而且都太快了，跑的就是他们的成绩，随便拿一个半马的成绩，可能都是挺不错的成绩。这一点挺关注的。哎，别拿走，还没看完呢。哦，10公里50分钟到40分钟怎么练？其实我没有刻意练过，甚至好几年都没有认真跑过10公里了。就是平常的正常的按马拉松的安排去训练。想看早上的包，那就是迪卡侬那个特别普通那个3升的一个包，好是3升，可能是3升的。全马破3以后，轻松跑怎么安排？轻松跑就这跟破不破3，我觉得没有太明显的关系啊。就是轻松跑的关键是，就别看表就行了，快慢不重要。苹果表和高驰比慢200米，我没遇到过。明天下马好热呀。厦门的问题就是天气问题，还有湿度问题。祝您好运。肌腱拉伤可以慢跑吗？我觉得可以，听大夫的。您觉得特严，他拉伤也得分轻重嘛，是不是？请问您冬训跑前的热身一般如何操作？哎，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那天轻功有2位导演、编导、摄影加剪辑的小伙伴，有一位也是 UP 主，来给我拍一个片儿。拍一片儿的时候特别搞笑，就是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他们不是有一个那个腰包裤嘛，就我最近一直穿的那个摄影老师跟我说：博哥，您第一个镜头咱们先拍您要起跑，拿一手机，然后呢先把手机往那裤子里塞一下，我拍一个后边。然后我没做到，因为我不带手机跑，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不带手机跑步。
然后第一呢是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摆拍的，第二我不会往里塞。他说你试试，我说试试就试试，然后拿手机塞了得有3、4次，然后那摄影师小哥都笑了，说别拍了这段，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一看你平常就不用，然后就没有那一段了，特别有意思。原话就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那拍了有将近2个小时呢。大阪能和会长同台竞技了，那跟人家哪能竞技呀？请教一下就好了。国内的马拉松一般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最近看马拉松报名在软件里好像都没开始，这我也真不知道。但是国内大部分马拉松报名跟比赛之间的时间都比较短，这我真的不知道。您就多关注国内的社交媒体，只能。53岁半马213，那全马可能得5小时了，不骗你。我半马14145的时候，全马也才42几。佛哥膝盖有去医院查过磨损度吗？没有，我不信那个，没有任何用，我觉得。就是您查出来磨损了，您跑吗？我问您，就是比方说啊，现在我告诉您说，不行了，磨损了，跑不跑？或者我有时候就问自己，有的时候你说要别人告诉你说啊，你现在开始不能吃什么什么了，否则呢，你可能本来能活80岁，你就活到79岁了。我能预知未来，那你说你还吃还是不吃？那这真不好说。就知道了也不高兴，不知道了也不高兴。明天下马，厦门又是20多度，阳光明媚的一天。20多度屁不了逼了，除非您有大幅的进步，可以和会场做个对谈之类的节目。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跟我对谈。我其实是很开放的。DJI 日本没断货吗？没有啊，现货，逼得开嘛啦，就去了，交钱就拿走。这早上那一下摔了，你看，但是没摔坏。我给你们描述一下怎么摔的。因为我有一个我早上我一般我是这样，我是带着这个壳拿在手里，今天早上搁背包里了。今天没穿皮肤衣，就浑身上下一个兜都没有。我把这个一套从包里拿出来以后，我把包就背上了。这时候发现呢，这个壳没地儿放。然后之后呢，我那天忘了看了哪个人的视频，说这壳啊，这样能延长一下当个杆儿。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麻烦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们从侧面看应该很明显，它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呢，我就这样拿着，我是右手拿着的，然后这还塞在手里了，我还不能套到手腕上。有小伙伴说让我弄一皮筋弄手上，我理解您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手拿这个，最多1分多钟，我胳膊就坚持不住了，我得换一个手。这个套太紧了以后，那不好往外退，我就这样了。然后呢，正好一个摆臂，前面过来一个人，我走了一下神儿，然后就没拿住。没拿住以后，我发现这样弄在手上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手朝下了，它就滑下去了。但是万幸的是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万幸的是这样的，等于是这个地方先着的地，然后它这儿一着地呢，它就缓解了力量，然后这儿呢有一个小的磕碰，就并没有损坏，完全没有任何损坏，它是这样着的地。所以现在最严重的破损是在这儿，就是这儿着的地。对吧？Pocket 3在日本不会便宜，如果您是游客会便宜很多，就是它的原价要比国内的官方原价贵大概200多块钱。然后呢，如果您是游客呢，有10%的消费税减免，然后呢，如果游客的话还有5%或者8%的优惠在各种电器行。这样的话呢，等于您能便宜400多，将近400块钱。但是它原价要比国内贵200多，也就是您能便宜100多。像我不行，我这种签证是不能免税的。我不组 PC 了，这边店太贵了。我昨天去看了呢，4090都是现货，3万多日元就暴走。但是太费电了，这1小时2块钱的电，这个不太行。请问您觉得 Vaporfly 还有其他跑鞋有觉得明显性能下降的里程点吗？因为我天天都穿，所以并没有明显感觉。但是穿上新的是会觉得有劲儿。平常训练不重要，但是比赛的话，我一定是穿新鞋。
我觉得阿尔法 Fly 3原价不值得买，没拿下，我没买。阿尔法 Fly 3我没买。2月2号去大阪，能和您偶遇吗？我2月4号中午的航班回北京，那得看3号我跑不跑步了。对，4090它店里的价钱就是那款白色的，是3.4万，也就是说30万，抱歉啊，我这破嘴，30万，就是一万多人民币，说错了。请问博哥跑到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我还真不知道，我手机还没在我手边，在家属那儿。去大阪住 Airbnb 上的民宿如何？挺不错的。就是我给您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您就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您经常有这个外出旅行的经验，并且呢了解这些东西，而且呢了解日本的话，您就找日本房东的 B&B。如果呢您有语言问题，或者完全有语言问题，又想享受又是另外一套逻辑，因为日本的逻辑跟国内逻辑不一样，那您就找中国房东的 B&B。个人不成熟的建议啊。2月5号团结湖吃卤煮哪家啊？还是那小胡同里那家吗？就是那个那卡拉店叫什么？那卡拉店叫什么？到嘴边了，不是郭林，就那个团结湖东门出来右拐，忘了那叫什么，卡拉店对过那个小口里，不记得了，哈哈哈。回啊，我2月14号回大阪，等于在北京只能待10天。我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那个跑量，我看看佳明里可能是完整的，我从来没看，我也挺好奇的。Pace 3对比255吧，如果您只舍得花钱买255的话，就买Pace 3就好了。我这么说清楚了吗？我不知道在哪儿能看到累计，可能两三万公里，2万多公里的样子吧。我觉得北京可以偶遇啊，北京会通报行程，就是应该是朝阳公园、奥森，因为还是希望在公园里会比较的安全。去大阪希望偶遇启蒙，我跑步的启蒙老师，您客气了，可以偶遇的。今天节奏稍微放慢点啊，这两天真的有点疲劳。大阪会冲击240，但是不一定行。我只能说我会按照3分43的配速起跑，3分43到3分45的配速起跑，能跑多远是多远。现在我们在生活区排第2名，第1名是2911，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咱们是2452。下午好，第一次赶上直播，下午好。刚刚跑完20公里来看直播，你好哦。专属表情，家属不光弄了表情呢，回头给各位抽奖，因为在这儿确实没有在国内方便，在淘宝定制的那个小的，就是跟钥匙链那种东西似的，然后那个家属画的，还没下单呢。刚才有小伙伴问 Ultra 1跟2跑步有什么区别，我没带过2，我觉得区别不大。我一般都带这个表带，就是这个登山表带，我觉得这个舒服。我2月3号会去北京游玩，待几天还没确定。那到时候看吧。我都是几个平台都发动态。上一期录播会出，马上就出，因为最近我评测了个东西，那个东西剪辑就是这次我剪的挺认真的，就是往电影感那方面剪的。大家别看是评测，就是所谓的商业项目，但是我剪的挺认真的，大家看吧，已经最后一版定稿了，很快就发。如果是按照我的意愿，应该是希望明天发，因为明天是我的休息日，好吗？这个帽子买不到了，这帽子原来官方买，好吧？我新评测的东西那部视频，应该是我觉得是我剪辑的最用心的一部。然后呢，现在还有，我想想还有视频没剪吗？
不记得了都。我还有一个没剪，对，还有一个没剪，还有一个香根终点那天的还没剪呢。请问全马配速怎么设定？这个我说过好多次，可能您是新观众。赛前1个月到30天，自己全力以赴跑一个30公里，按照比赛那样补给那样准备，到时候就按那个定。2月会到大阪跑马拉松，有没有跑步用品店介绍？想买鞋和其他装备。在大阪确实这件事情比东京差得远。我觉得我不知道您从哪儿来，大多数地方可能都比大阪强，真心话。训练的时候会喝酒吗？还是只休息喝？呃，这个不一定，就是我酒量特别浅，我喝最多也就是一听啤酒，所以不一定，看今天心情，看明天的训练安排。对，但是出去旅行的话，基本上吃饭喝一小杯，也就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任何应酬，就没有给我练酒量的机会，完全没有。我比较幸运的是，就是我可能从出生到现在，应酬的这种社交可能个位数，也许也就是个位数。下周去日本还能买到香根限定周边吗？这个我不知道，我这是在那天终点就是户外买的，到时候视频上会出。高山表带容易干吗？不容易。月跑量刚上150，多久能入门啊？2、3年。平时生活就日常生活就带这个。想入手双碳板鞋，网上都说要4分速甚至更快，不然穿了脚会疼。呃，怎么说呢？脚疼不是因为碳板鞋，脚疼是因为您的脚承受不了那个强度，而碳板鞋呢，可能会让您不自觉的会跑到那个强度，就是这样。但是其实您早晚都会跑到那个强度。上月全马348，月跑量200，春天敢冲330吗？我觉得可以，可以。我这帽子现在真的买不着了，真的买不着了。5公里19分半，目前该怎么练？大一学生，那就多跑跑短的、快的，多跑您看在学校也有条件，多跑400米或者800米的间歇。年轻小朋友别跑太长。自己在家53度3两，35度半斤戒了啊，这是稍微多了点。佳明国区能练Strava吗？我不知道，我好久没用国区了。我从去新加坡的时候就是从那时候刚开始有分国区的时候，我就没有选择国区。俄勒冈炫彩没时间呀，没时间休。我最近压了好多事情都没干，真的真心话。就是到年底了，工作也忙，各种事情也忙，就挺那什么的。佩子3和 Ultra 距离相信哪个？都可以呀，都可以，就不真的不差那一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哎呀，2月4号回北京，兄弟，2月4号回北京，2月4号晚上到，这个而且飞大兴，好远呀。哦，我们现在是生活热榜实时第1名了。哦，可以，感谢各位。今天那个特高分的小伙伴可能没直播，哈哈哈。剪片子都挺累的，是啊，现在对自己剪辑的要求越来越高。您24小时戴运动手表，皮肤会发红发痒吗？不会。我其实是个特皮实的人，我基本上没有身体上的就是各种的毛病或者什么。我唯一的毛病可能就是有时候休息不好会晕车，所有都没事儿。大兴我就是觉得远，我没坐过一次地铁都没坐过大兴，只有一次是打车去的大兴，回来落的是首都。这次是晚上，咱们几点落？4点多、5点多落地大兴，然后这次回北京住东四十条，然后我们直接坐地铁回去，去哪儿都比较的方便。
您好，一直想问喝酒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如果不好，是不是不应该喝？想听听您的建议。怎么说呢？您要是说按科学的上来说，那已经被证明酒精是没有安全剂量的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每天你看，刚才有位小伙伴说雾霾要不要晨跑？嗯，这都看你想要什么。就生活，包括马拉松训练，它都不是一个绝对精确的事情。我原来年轻的时候也觉得应该生活是个精确的事情，就是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但是现在觉得这种所谓的二元化思维特别的可怕，没有什么事儿是绝对对，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对的，或者绝对他就是好的，包括一些这个不好的习惯也一样。对，喝酒静心率是会高，我有认识跑步的小伙伴是有分享过，但是他也分享说，好像跑起来以后的那最高心率没变化，我也不太懂。除了 BQ 以外，啤酒是我跑步的动力，不能老说这个话题了，换一个，换一个。十条近啊，是啊，就住十条，十条往2环里一点点。回去第一天5号应该会去朝阳公园那边那个大家记得最早有一个闭麦惊叹2.0，然后就我试穿过，后来那个闭麦的小伙伴又说，哎，有不错的东西想让你试试，等于我去拜访一下他们。东京比大阪暖和，东京比大阪暖和，大阪太湿了，东京没有这么大的湿度，我们在东京觉得挺舒服的。对，生活中到处都是在伤害身体的事儿，比方说现在我盘腿坐着，人家说盘腿不好，对吧？请问每日从5公里过渡到每日10公里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吗？跑量4200公里，配速4分半。那您现在有十公里的能力，就是没有十公里的习惯，慢慢来。朝阳公园东七门小白楼，东京马拉松观赛可能我不知道，我想去，但是其实得安排一下时间和考虑一下成本。想在北京见到真博哥，可以的呀。盘腿会变罗圈，哎，也不一定。我从小就盘腿，这都是看人，真的。我发现现在就是什么事儿都是看，就那都是命，知道吗？注定的事情。不过有可能变成不追求成绩的健康跑者吗？有啊。其实我现在就不追求成绩了，我觉得追求也没有用，你就把每一次训练都能够做到让自己满意就好了。西安马拉松有难度了，西安马拉松真的有难度了，小伙伴。穿半团不能穿内裤的，它就不是那么设计的。当然，有人觉得舒服，也那看您自己。从一开始做视频到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博哥和家属生活心情有什么影响？这么多人都和您互动，会不会累？跟大家聊两句啊。不，我没有骗人啊。追求240跟追求成绩是两回事儿。追求240是追求240的训练。我现在觉得，我如果能按照追求240的方式训练，是很开心的，而追求240的成绩是不开心的。现在对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哎，穿这衣服好热呀，我脸都热红了。对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本来我们也有这些事情要做，但是对每天录像是有影响的。一开始总是每天得想着，哎呦，我今天能说点什么？我今天有什需要，就是我得想我有什么要说的。现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会想我不能说什么，不知道小伙伴们理解吗？就是这人是这样，你想说什么，就是你能把不想，就是能把想说的都说出来，其实是很了不起的。这个了不起不是说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大大咧咧，而是说你得达到那个程度，让别人说不出什么的时候。对，现在基本上是大部分的话我都就是说到差不多的位置吧，就这样啊。上个时段的生活热榜第一名，家属说有机会来昆明吗？想去。
我是挺喜欢这个品牌的，就是你们看我副中心那场穿的是我买的第一件轻功，那时候我觉得哎这 logo 挺酷的，然后后来我也不瞒大家啊，这是轻功送的，这是轻功送的，我不怎么买衣服的，就是我基本上就都随缘。马拉松为什么不采用负重训练？没什么太大的用，而且对身体造成过分的疲劳，没有其他原因了。怎么平衡自己的爱好和时间？我的爱好就是我每天干这事儿，我挺喜欢拍视频，喜欢跟大家说话，喜欢研究各种新鲜的东西，喜欢跑步。东京之行买了什么伴手礼吗？买了点啊，给你们看看这个，哎，这是青山学院的钥匙链，然后这个是东洋大学的一块毛巾，这个是封面照片，再给你打开看看。为什么买东洋大学呢？因为石川先生是东洋大学出身的。哎，怎么样？在肯尼亚免签了，考虑啊。对，有时候想想也是挺魔幻的。你看，现在因为冬天可能天亮太晚了，石川先生很少跟我们一起训练了。夏天的时候，几乎每周三石川先生都来。石川先生第88届箱根一传，他获得区间赏之后交棒，接他棒的就是舍勒优太，可以每天在一个公园里一起跑强度，给我们带速度，好微妙啊，对吧？给跑团小伙伴带的就是小点心。长距离补水怎么搞？冬天不补，夏天在北京的话，您简单就是您如果在一个有垃圾桶的城市，就拿那种一次性的食品袋装一下水，系一死扣，然后咬破了，喝完就扔了，对吧？有时候想想真的是挺微妙的。美津浓我不了解这个品牌，我上下班通勤都是看你过去的视频，感谢您。越想越觉得石川先生的区间赏太厉害了。对呀、那个想在那儿脱颖而出，真的是不容易的。黄玉生请教博哥，请教不敢当，大家都别说请教，你就说我问问你就行了。半马想要为成绩的话，需要前慢后快的配速吗？不需要，还是有什么好的策略？中途不补给应该没关系吧？不行，就是回答您这几个问题啊。半马就全力以赴的去冲，什么都别想，没有配速策略。中途的补给要补，大概要喝3次水，吃1次胶。至于您怎么安排，哪3次您自己决定，最少不要低过2次，就是2次水1个胶。如果有条件吃2个胶，为什么不吃2个胶？是因为多带1个胶有点沉。对啊，石川先生是一传区间赏第88届，那届东洋大学夺冠了，石川先生是东洋大学的。我不知道后来他的经历，反正现在应该是在工作。我认识石川先生的第一天，石川先生刚刚又有了新的小朋友，嗯，他那个还挺高兴的呢。他好像是停跑了一段时间，你们关注他的社交媒体，他之前有提过，就是有一段时间又有荨麻疹的，好像什么的问题，然后恢复跑步才好起来。就是第88届，大家去搜一下，应该都能搜到第88届香根一传。对，区间赏都得是3分，甚至3分以内，现在可能都得3分以内。日本长跑储备人才太多，竞争激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并不是说
所谓的人才多，因为你要真比绝对能力的话，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就是这个人绝对能力的人数要比中国多，就各种运动都算上。对，就很简单的一个比喻，你看这边人们跑步，从来不会有人担心你会不会膝盖出问题啊，你会不会老了就不行了呀，走不了路了呀，你会不会就跑死了呀，你会不会心肌肥大呀，没有人担心这个，完全没有，都是鼓励你啊，跑步啊，好了不起啊，你全马多少成绩啊？等什么时候这一个环境变成这样了，跑得好的人就多了。LDS Channel 80-20法则对于跑者都合适吗？合适，我越来越坚信这个。可能我比较极端，我相信的是90%和10%法则，对吧？你们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一个不环境下都是另外一种声音了，那就不一样了啊。跑量上台阶后怎么缓解疲劳？哎呀，就得努力睡觉，这点是我做的不好的。迪卡侬的能量胶我没吃过，抱歉。感谢您的点赞，感谢各位的小花花。所以没办法，这个什么事情都是一个长期的积累，不管是这个钱还是什么，你看，就原来我不知道南方的小伙伴怎么说，北方的古话就是，比方说几代培养不出个，反正就是新钱跟旧钱的这个说法吧。不光是钱，其他也一样，我觉得都是一样，几代人的事情，慢慢来。大阪马拉松是2月25号，平时穿袜子其实没讲究，我就很随意，都是迪卡侬的最便宜的。比赛穿的贵，多好的手表，其实心率带都是，我觉得现在都不能解决心率带的问题。对，三代之内培养不出个贵族。然后呢，又有说法什么那个富不过3代，那完了，那就只有第4代可以占便宜，是不是？是这样的，这真的没办法。你看，第一届箱根一传是1920年，小伙伴们，1920年日本的大学生已经跑马拉松了。1920年别说中国了，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全世界大学生还没多少呢。这真的是我这个不敢想象。1920年呀，对不对？人类第一届奥运会直播好像就是1930几年德国那次，是不是？那时候那奥运会跟那画面，现在看着那比赛跟过家家似的，是不是？这几十年人类进步太快了，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也觉得不好，就是现在奥运精神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人家奥运精神说更高、更快、更强，但是你一看奥运会，你觉得哎呀，我算了吧，那个电视里那个人跟我好像不是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我这传达出我的这个感觉了吗？以前看比赛都觉得，哎，我练练是不是也差不多？现在完全没有那感觉了，觉得就已经叫什么，快隔离了，你知道吗？跑步衣服手洗还是直接洗衣机？洗衣机呀、睡觉得看大河原先生，吃的多睡得着，四处跑。您怎么认？您认识他？另外一个次元，对，第一次赶上直播，对，我觉得体育还是得回归大多数人会好一些吧。对，哪儿的马拉松中签都很难。日本工作挺累的，而且你还要适应生活、适应环境各种问题。哇，感谢你啊，周瑜，哇，打赏，我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您破费。今年还有来悉尼跑马，明年2025年跑悉尼，今年应该有这么几场比赛：大阪的半马、大阪的全马，还有如果能拿到名额就跑北马。
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能帮帮我，我差4秒没法直通北马。但是呢，如果太晚决定，我又不好排时间。我今年特别想把北马至少我跑个245以内，在那9星名单上。然后呢，就是今年可能会去跑一次台北。就那次黑马那个纪录片之后，我一直对台北马拉松耿耿于怀。正好现在有这个机会，还找不出稳定配速的感觉。刚入手和博格一样的配子3，现在跑步反而动不动就看表，这很正常，很正常。我现在也动不动就看表，没事的。新手为啥不要跑 LSD？ 没什么用。新手想的是先怎么能把短距离跑快点，真心话。跟熊娟大神交流有啥心得吗？我跟大伙聊聊呗。没有太明显的说秘籍，唯一一个心得就是多跑，然后多跑强度，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没有了。执行就是执行就是执行，人都一样。您像我这么练，您肯定比我还快。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运动资质的人。左右触地平衡这个事儿，如果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人跟您说您长短腿，就完全不用管。而且即便是你也解决不了了，到您这个年龄，不管是脊柱侧弯还是骨盆不正，您都解决不了了，真心的。训练遇到大河源先生推荐的有视频，什么意思？明天下马起跑成绩太夸张了，我觉得下马的那个分枪成绩代表了目前国内马拉松的一个就是叫什么头部的大众水平了。更多人都是说的多做的少，是的，其实只要你训练，就这么说啊。为什么我总说你跑300多公里一个月跑1年肯定破3了？真的不骗大家，我真的就觉得是能做到的。因为跑300多公里一个月，并不是说你单纯跑那跑量，你能跑到那个跑量，你肯定不会太慢的啊。之前那兄弟问怎么进本地跑团啊？您是在大阪吗？是您发的那个评论吗？如果是的话，您就周3早上5点45来，您就跟大家说，我想加入你们跑团。你们看我那天拍摄那一期，就我没参加训练拍摄那期，那位女性跑者就步子特大那个，她就是上周来问说，哎，老看你们在这儿跑，你们都好快呀，你们平常什么时候训练？然后第2周就来了，就这样，没有什么要求和仪式。跑步一停就断崖式退步，是这样的。我就住在北区，是啊，您可以就来嘛。一般就是固定的是周3早上5点45大阪城的那个地方。你要在这边生活，你肯定知道，就坐车到那个哪站森之宫，对，坐车的是到森之宫吗？坐车到森之宫站出来就是那个喷水池。但是这边坐地铁训练成本可能有点高，我都跑着去。配子3用手动暂停还是自动暂停？手动暂停。博哥吃过氨糖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练2个月全马314，了不起。请问跑步会使痔疮严重吗？我不懂啊。我觉得我真的是个挺幸运的人，我没有太多的身体问题。你别看我快40了。新手长距离跑到多长距离就够了？12.3公里。破3到240啊，破3到240可能一生也做不到。破3真的好简单呀，你跑到破3你就知道了。破3真的特别特别简单，就现在现在你看我的状态，我早上起来可以起床不吃饭，喝一杯水，然后如果现在这个气温的话，我最多一个胶，甚至不用胶我也可以破3，就出门在马路上跑，真的。甚至245都不难。你看去年北京，我基本上就很随意，就差几秒嘛。哎呀，想起来就闹心。但是240可能穷极一生都不行。
那多少小伙伴240十几，24040几，240 30几，就这样了。240真的好难呀！还想今年9月悉尼赛道上追星，那还等明年了。你别客气，哪有追星啊？应该是我们一起相见。2025年肯定跑悉尼，您相信我。大三半马137，大三得看您什么目标。您要还是我那个原则，年轻人多跑跑短的强度。博哥认为轻功长紧身裤怎么样？感觉裆部有点紧，我觉得那个不紧，就是紧身裤是这样的，大部分人穿压缩裤是会不舒服的。如果就我都这么瘦了，有的时候都不舒服。我给你们讲讲这么一个经历，这经历可能不太雅观啊，就是为什么不建议长距离或者马拉松穿太压缩的压缩裤呢？它会有一个问题，会让你的臀部中间的缝隙处磨破。你回家一洗澡就知道了，因为它把你的那个肉挤得太紧了，知道吧？所以长距离和比赛，我推荐穿半弹，或者是得瘦一点，就是磨裆基本都是胖造成的，没有了，不能再说了。那不是磨裆，大家理解的哈。不是有人敲门，家主说不能再说了，哈哈。日本收入和消费水平高吗？得看您怎么看。在这边就是挣1分钱花1分钱，然后其他全靠保险和就都靠社会保险。这边吃饭挺便宜的，给大家看看那天那个意大利菜，还视频啊不对，没弄，给大家看看啊。完蛋，我还没拍照。就是那天吃的就做的特别好，就我今生吃过的最正宗的意大利餐厅，包括在美国和欧洲吃过的最正宗的意大利餐厅。北京的小伙伴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安妮那个香煎三文鱼？安妮的香煎三文鱼是138人民币一份，那家是1300日元一份，65块人民币，比安妮那个做的好得多得多。然后呢也正宗，然后用料也多。然后那意式烩饭，菠菜和牡蛎的，然后一层的帕玛森芝士，很正宗的烩饭，1100日元55，就在东京马拉松最后终点那条路的边上，这就是东京的中心没有之一，最中心的地方的没有之一。我真的好便宜啊，在外边吃饭。但是呢，你买菜做饭要比在北京贵不少。咱们实话实说，肉跟菜的单价都不便宜，就是买菜做饭跟去外边吃差距没有那么大。然后衣食住行也是，买东西、买衣服啊、包啊什么的都比北京贵，就是便宜的东西都比北京贵，贵的东西都比北京便宜，就是它比较靠中间。在这儿你没有很便宜的东西，也没有很贵的东西。然后在北京不是的，在北京有很贵的东西，也有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在北京的问题是，很贵的东西要会分辨。有的东西是它又贵又不好，就是没有太多1分钱1分货的感觉，而可能在这儿呢，1分钱1分货的感觉会比较明显而已，差不多就这样。请问博哥对日本养老有什么观察吗？如果不生小孩养老有什么规划建议？就我从来不认为养儿要防老，我从我特小时候就别看你们看我是85年出生的，我那时候还很传统，我从来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那时候我就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如果养儿只是防老的话，那这事儿感觉有点怪怪的。当然了，可能有些人听了不爱听，您别介意啊。他们这儿绝对不能指望孩子养老，就是靠社会。有好多，第一是设施还行，就是老年人出门啊都比较方便。第二是呢，也有这个社会福利，基本都是这样，各个国家现在都是这样，老龄化没办法。84年的，那我得喊您阿布宽萨马大哥。大阪物价对比之前去的新加坡呢？哎呀，您问到点儿上了，新加坡太贵了。在这儿基本上，你看在新加坡吃饭，在新加坡买菜做饭大概是这儿的3倍，可能都不止。
餐厅吃饭可能得是这儿的5倍，也许都不止。当然那个小饭中心不算啊，但是小饭中心食阁那种，我老觉得不太行，都是面饭套餐嘛。STGG 问博哥，我认真练跑1年，成绩430，是4小时30吗？年底目标成绩400，4小时，能否给训练建议？月跑量250到300。如果您现在月跑量200到300，没有任何建议，跑1年肯定400了，你就想怎么跑怎么跑。跑步的时候脚是放松还是发力？放松。我85年9月的，我是天秤座，你们觉得我像天秤座吗？还在什么平台直播？就另外一个平台啊。这次去东京遇到那对夫妻，有分享到他们怎么训练吗？不是夫妻吧？不是夫妻，那是，那这都是一个团就是一些跑步的人，没有私人关系的他们。今年除了大阪，还有啥冲成绩的目标赛事吗？如果我能确定北马的名额，北马应该是要比大阪更努力的一场比赛。大阪那个坡，这两天我视频都拍到了，那真的不行，我觉得32公里那个坡太残酷了，那不是20秒的事情，那可能对我来说得是30-40秒的事情，30-40秒我追不回来了，所以我比较担心那个坡，那真不是能练出来的。日本的跑团卷吗？不卷，他们想轻松跑就轻松跑，很开心。我们跑团里老哥，另外一位老大哥，老是说：“哎呀，昨天又喝多了，然后哎呀，今天又迟到了，特别有意思。”配3用 GPS 距离，大阪的路线和纽约马拉松哪个难？平心而论，大阪难，就是这坡不怕多，就怕陡，坡就怕陡。其实不要只看重北马、天津、衡水、大兴都行。不是那样的，小伙伴，我理解您的。好的赛道多的是，但是，呃，对我是有这个故乡感情的嘛，是不是？以前最重的时候多少斤？你猜，看你能不能猜对，对吧？你们看川内优辉那年波士顿那么残酷，冲完刺以后不也就还那样吗？不止160，我最胖的时候93公斤、94公斤。那你们看我这两天的视频，那个坡，今天我又去了，哇！北马报名等博和回北京给安排一下，感谢你啊，哈哈哈！恭喜！哎呀，我苏西啾啾投喂快乐时光，感谢您。我1米69，我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体检是1米70.5，这两年缩了90公斤的照片给你找找啊，我之前还发过呢，哈哈哈哈！我特别喜欢回答这个问题，感觉特别的了不起。90公斤的照片，可吓人了。回头我弄一个连续的，就是每一个阶段的。手机里照片太多了，你们看看，看日期上边，2012年3月19号，能看吗？博哥，下次去奥森南园的时候，可以看看起点的罗森旁边的储物柜有没有修好。感谢您。博哥平常还搞啥日常娱乐项目吗？没什么了，就看看视频，我都拿电视看视频。我那时候可吓人了，你看这侧面，现在看我跟二师兄似的。那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二师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哪是小肚腩呀？
有时候玩玩酒馆战棋，炉石传说操作不过来呀。对，这时候不是最胖的时候呢，还最胖的时候没敢照顾。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有的时候一看照片，有时候挺爱看照片的，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了。你们看我第一次参加东京马拉松的时候2016年2月28号，就这个拍照点一定要找好摄影师，一定要找好摄影师，一定要找好摄影师。这张特别微妙，这张是元大都的马老师，那时候我俩还不认识。2019年的北京半程马拉松，我有一堆照片上都有他。当时我还说这小伙表情真的挺较劲啊，哈哈，不知道有没有认识马老师的啊？我还给他发过这个照片呢。我说这是您吗？他说是。这件背心是我第一件 Oregon，之后就是这张照片陪伴了我好多好多年，就那时候扛不住了，就看看这个。你们看那石川先生，哇，我能跟当年的区间赏合影。4个月71减到65就不减了，月跑量200。是的，减到一定程度就得控制吃了。哇塞，照片落差太大，瘦身厂商可以找代言了。关键问题是我不是靠厂商的产品瘦的呀。我最重的时候也90多公斤，现在减到55了。给您点俩赞，身高1.75米，那您可以。男性、女性，男性1.75米干到55，好了不起啊！我没有世川先生的 ins，只有他的推，就是搜真名就能搜到。全部衣服都要换了。对啊，那时候买裤子可难了。那时候买裤子第一件事就得去就得先去改裤腿儿，因为肚子能放下，腿就长了。我第一次瘦到140多斤，买新裤子，第一次买裤子没有改裤腿儿，当时的那个心情，高兴的那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当时的我说这种感觉，就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买裤子，因为之前上学的时候不胖，但是不是自己买的嘛。Shirley 肖还是 Shirley 小，不知道跑多少次马就不抽筋了。我最后一次正常的比赛抽筋是2018年的柏林，之后就没有那种就是说肯定要抽的那种抽筋了。腰围比裤长尺寸还大吧？是吧？可能是。我现在腰围如果吸足了气的话，63厘米，就是呼足了气，就故意憋着点的话。中之岛、大阪城、长居公园，博哥最喜欢哪个？长居公园，长居公园最适合跑步，我觉得，但是太远了，而且住那边没有什么景点可玩。如果您来旅行的话，还是中之岛和大阪城周围比较方便。家属当时其实也没什么心态，因为看着我一步一步胖起来的，习惯了，就不是一下认识了一个胖子，对吧？对，弄了个补光灯，这不是我，哎，这性格有时候也招人讨厌。那天跟高驰的小伙伴聊天就说，就是像我这种性格，确实有时候挺招人讨厌的，什么事都想弄明白。我还有好多特美好的回忆的照片呢。你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小伙伴玩那个魔兽争霸的？你们看这是谁？这是哪年？2004年。我在北京看线下赛，这是苏浩。
斜挎背包的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我还这么瘦呢，后来就跟气儿吹的一样，这对不上焦，他讨厌。现在可以看清，是不是？我是天秤座，不是水瓶座，是不是？哎呀，有时候就是特微妙。博格30公里4分54，心率145，比赛的话受弹幕长度影响了，是吧？您感觉跑步长视频博主和短视频博主不同的点是，长视频博主一般都不会挣钱，哈哈，各位别介意啊，确实是。你看，像我就是，呃，我觉得长视频可能也没有说谁好谁坏吧，就是现在主要人们都看都不是太有耐心，对各种事儿，我也是，确实是。长视频看的是个乐，短视频呢可能，哎，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挺迷茫的，嗯，就比方说，你们看我评测的东西，绝大多数就是东西摆给你就完了，大家能理解吧？哎，这几乎都是，绝大多数。然后，嗯、包括你看，像这次去见清宫的小伙伴们也是，就单纯的就是聊聊天没有任何的额外的东西。高驰也是，跟高驰的小伙伴见面，还吃了点，还吃了顿饭呢，吃的是一个烧肉放题，还挺开心，聊了半天。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有好多对技术的期待，说了一大堆。说完以后，对方也特逗，对方说：“那我们做个 Apple Watch 好不好？”弄得我无言以对。哈哈。但是我就有时候会想一些小的不经意，比方说你们这次看香根一传的那个官网，它会有所有选手实时的那个在地图上的位置，对吧？但是你肯定不能要求选手带一个手机去跟他的手表去做那个 live track，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现在很多的比赛的做法是有一辆导播车带着所有运动员的手机或者已经配好对的手机跟着，在这个蓝牙范围内，然后收这个运动员的手表的信号，或者是身上带的传感器的信号，然后实时的播出来。这是现在的做法。但是我就想，有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我们不用 eSIM，因为 eSIM 确实有成本，我们就是弄一个那种跟门禁卡似的东西，能插 SIM 卡的，它就是一个能跟手机、能跟手表配对的，不一定是蓝牙，私有协议都可以。然后它能 live track 发信号出去，哎，这就特别带劲。我就好多种微妙的小想法。然后无人机也是，无人机其实自动追踪人跟着拍的视角特别好看，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电量。现在我觉得人类下一次的进步一定是电池的进步，真心的。Pace 3开双屏全星座嘛，对，不差那点电。Paula 心率带怎么样？挺好的。美津浓赞助的啊，我好像听说过，但是并没有人理我。哈哈。对，是开双屏全星座，无线充电，无线充电，对，要不然就是电池有突破，要不然就是充电有突破。男性10年前的时候还被高中老师谈话问要不要考虑免体，哇，这个词儿好久没听说过了，现在感觉仿如隔世。理解你，现在还有免体这种说法吗？那时候我们做校服还有特体呢，小伙伴们听说过特体吗？现在好像太多特体了，就不叫特体了，是不是？那时候一个班有一个胖子，总有外号就是胖子胖子。现在可能好多胖子。免体就是不用上体育课，不用出操，可能身体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小时候有这么说法的。高驰小破豆冬天零下10几度，只能用几小时，这我还真不太知道。但是最近我可能要评测个新的东西，就不是硬件啊，新的软件。
对吧？就那种 Pod 小破豆那种东西，如果做一个能支持 eSIM 的，它作为收发器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手表现在的问题就是做到这么小，可能成本控制不住，成本一旦控制不住，哪怕贵100块钱，就会损失好多人，这我都理解的。为什么我说255跟 Pace 3比？其实255跟 Pace 3比还是255用料多，这咱实话实说。但是如果您只舍得买255，一定买 Pace 3。如果您不差钱买265，那我就推荐我那天跟高驰的小伙伴我也说，我说我这说的是不是挺实在的，对吧？265跟 Pace 3，那您就265就好了，255就算了，就是这么回事。试穿孝德1年级6区1小时055秒，他左脚受伤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们看今年6区好像都是58分、59分的样子，又进步了。还是这位施尔利肖，天秤座爱美食，博哥像的，对的，就是自制力太强，可以 hold 住不猛吃。是的，这位我不太会念了。博哥推荐一双全码330左右的跑鞋吧，Nike 或者阿迪都行。阿迪我没穿过，Nike 随便买吧。Vaporfly 更合适，Alpha Fly 不行。学生党也不要买 Pace 2了，我推荐您，不差那点钱。就是现在手表双品，我觉得是必备，就是必备，真的必备，不是双品的不考虑了。海外版255它是这样的，就是这边的汇率，佳明跟高驰的做法不太一样而已，所以在日本买可能佳明没有那么贵，真心话。Alpha Fly 3代呀，还是会顶足弓，但是没有2代那么明显，不喝蛋白粉。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可以喝，这就跟吃鸡蛋一样。有人说一天不能吃几个鸡蛋，其实没事儿，想吃吃呗，是不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吃喝这事儿，就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我都2:38了，各位呢，我这儿是3:38。我们再聊几分钟啊，还是到2:45。海外版国内质保好像有说法，我不太懂。比方说像我这我买了那个 Care 的，就是 DJI Care Express 买了的，但是他好像也是他说，就是如果在日本买的这个，只能买日本的 Care，然后在这边去做售后。心率带差别便宜的差别大吗？我觉得不大，纯粹为了颜值买了 Apex 2 Pro， 那是挺好看的。其实买 Stride 用来算配速功率就很好，也是，但是有点贵，确实有点贵。没做过手术，嘴角怎么了？这儿起一痘。哎，我今生一次手术都没做过。博哥专门做手臂力量训练嘛，这不今天早上做把相机摔了吗？我手臂力量训练就这样，这就特讨厌换手的时候特别容易打滑。你这个把它套成这样换手都特别费劲，你知道吗？它跟跑着跟坐这儿不一样。刚刚烧伤处理完，哇！祝您那个健康，烧伤应该是挺难受的，是不是？贼疼。美津浓和亚瑟士了解吗？我真的不了解。亚瑟士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穿。冬天天气冷跑间歇会变慢吗？会呀，慢好多呢，差不多慢5秒到10秒对我来说。早日康复。我没摔啊，就他掉地下了。我现在比较感慨的是，我就喊了一声，我没有说脏字儿，否则剪不进视频里了。不是那小伙伴在康复中就已经能就是行动自如了，但是肯定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后期康复的问题，因为像那种手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那种大骨头的手术，它是要把肌肉绞断的，就是拉开的。你复健其实很难的，你们想肌肉断开了，就算它长上了，它也不是原来那样，复健很难的。祝他好吧，我一想这事儿挺揪心的。那天跟家属看波士顿冲刺之后的视频，看到那位小伙伴，哎呀，到这年纪了，不说这事儿，不说这事儿。Apple Watch 的 HRV 准吗？我觉得挺准的，但是我不怎么看。认为400间歇跑30组可以吗？有点多，小伙伴，有点多。
20组好吗？您的 Pace3导音乐了吗？没有啊，我跟高驰的小伙伴说了 Pace3音乐的问题，我说有音乐是挺好的，但是需要进步。为什么呢？现在几乎已经不太会有人下载音乐，把手表当 U 盘放进去了，并不是不想下，而是因为现在下载音乐越来越难了。真心话，在国内可能还好，在这儿如果不用一些特殊手段，你直接去下了盗版的东西，运营商会给你发邮件的，因为你很难直接下到正版的 MP3。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就算我开了某平台的会员，我也没法下，是不是？我跟他们说这问题了，我说这个要么就跟音乐平台同步，要么就想想别的办法。就大家能想到的配子三的问题，我那天一股脑的吐槽了，大概得有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就一边吃着烧肉一边聊。这次那个青山学院那个啦啦队那歌给我洗脑洗坏了，就嗷欧亚嘛嗷欧亚嘛嗷欧亚嘛，我视频里那就是青山学院的啦啦队。是啊，感谢。为醋包点饺子，您说的太对了。或者说今儿买了2颗葱，那怎么办呢？吃馅儿吧。这南方小伙伴不这么说哈，北方小伙伴说吃馅儿吧，就是要不然包子，要不然饺子。还有1分钟，今天抱歉大家了啊，今天这跑步的问题回的不多，我真的有点疲劳。今天咱们降低了点节奏，我也挺期待，因为我平常每天的视频跟大家聊跑步的事儿，直播咱们多聊聊天，不知道各位喜欢不喜欢？左胸没破，右胸破了啊，练核心，但是练的不多。你们有没有认识纸巾老师的？我要去西安，能不能见到他？家属特别喜欢纸巾老师，收。家属说得收了。对，衣服湿了是容易磨。哈，行。哎呀，那今天就咱们水一期直播了，然后我会尽快把录像放出来，大家我会尽快，一定会尽快，大家多包涵好吗？一定会尽快。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一定平安。快过年了，各位都保重，尤其是快过年了，都保重好吗？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拜拜拜拜拜拜。